大家可能在我前面的视频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个概念，就是我经常会讲，决策系统、交易系统。所以系统的概念在我的整个认知框架当中，它是一个关键词。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为什么我这么强调这个系统的概念。实际上，我认为系统是一种思维方式，所以我今天录一期视频专门来谈这个系统。是我认为没有系统的人生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要有自己的系统。那么到底什么是系统呢？系统是一种完整的、闭合的、逻辑自洽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说系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又是非常完整的，它是包罗万象的。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如果你有系统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闭合的决策，它能把所有的应该考虑的因素都考虑在里面。譬如说，我们如果要做交易，那我们得知道，交易它要怎样才能系统的赚钱，而不是说我今天打探了一个消息，明天撞了个大运，我都能赚到钱。那这种赚钱是偶然的，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说你凭运气赚到的钱，最终一定会凭实力输掉。这句话不是玩笑，因为如果没有系统的话，那你的最终结局确实就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在讲交易的时候，我们要有交易系统。你在做深度思考的时候，你得要有思考的方式，这种思考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系统。那么有很多人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会喜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他最容易遇到的一种困境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像跷跷板一样，你刚刚把这边的问题摁下去，那边的问题又爆发了，所以这样你是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在任何领域，包括我们的思考，我们在做交易，我们在做决策，都需要有系统。我这里说了3句话，就是来谈系统的重要性。系统是理解金融的钥匙。我们这个频道的主题是金融，所以如果我们不谈系统，我们是没办法系统的解决金融问题。系统也是我们掌控人生的秘诀。例如我前一期视频在谈财务自由的时候，我就有提到，有很多人看起来他已经财务自由了，但实际上他的财务自由是无法变现的。有很多人他看起来已经财务自由了，但其实他有可能随时返贫，像这种都是因为没有系统造成的。经常我们看到，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因为他没有一个系统的思考方式。有系统思考方式，那这些人他会终身成功。我们看到像巴菲特这样的人物，像李嘉诚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像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所以系统也是我们财务腾飞的翅膀。为什么我说系统是成功人士的标配？你看我这里举了一些例子，譬如说巴菲特，他1965年以来这60多年的投资业绩，毫无疑问证实了他这一生就是一个系统的成功的人生。我们都知道，每年5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奥马哈巴菲特公司所在地也是他老家，万人空巷，全世界所有的顶级投资人、社会名流都去奥马哈参加伯克希尔的股东会，核心就是听巴菲特的演讲，特别是巴菲特持续1天的问答。在巴菲特股东大会上，你会发现，你提任何问题，巴菲特从来不拒绝回答。首先反映了他的坦诚，其次你也不能不去佩服他的涉猎面之广，对所有的问题他都能应答。对不对我们先不说，但是这些问题他都有所涉猎，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问，只要是跟商业跟投资有关的问题，他都会给你一个答案。那为什么他什么问题都能答？因为他有一个系统的思考方式。所以这是我经常讲的，你一个系统的思考方式就像是一个锤子，一个具体的问题它是一颗钉子。当你手里有一个锤子的时候，你可以去锤任何一颗钉子。可能各位有时候也会看到，譬如说我讲课，我讲了很多课，我给房地产开发商讲过课，给外汇、给企业财务人员、给银行管理者、给券商的分析师，我都给他们讲过课。我会讲不同的主题，有时候会讲外汇，有时候会讲房地产，讲期货，讲期权。那么很多人不理解，说你怎么可以这些问题都能讲呢？我认为这些工具只是一个具体知识，它是非常简单的，任何一个老师都能讲。但是
你要把这些问题讲到大家心服口服，它背后核心就是你有一个系统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说，你手里有这个锤子，现在他给你一颗钉子，只要这个钉子它不超过我这个锤子的能力范围，我都可以锤它。巴菲特手里有这个锤子。再譬如李嘉诚，我们看到同样做房地产，开发商的境界天差地别。那李嘉诚他总是能进退自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就进来了，中国房地产还没有转向的时候他已经提前退出了，越南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进了越南，所以他像是开了天眼一样，我们很难理解。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思维方式，他有一个系统，他对房地产有一个系统的观察和思考的手段。譬如他能估值，他知道什么样的房价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房价是不合理的，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譬如马斯克作为一个连续创业者，他看起来就像是个外星人。大家有没有想过，马斯克设立的范围，他创业设立的范围涉及到什么领域？天上地下、言论、政界各个领域。所以地上跑的汽车，地下胶囊运输，天上卫星这个星链，通过星链提供互联网服务，控制了推特，也就是现在的 X 平台。当然他还成为了特朗普第2任入主白宫时候的这个 DOGE， 就是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所以你看马斯克他设立这么多范围，我们绝大多数企业家在一个领域里面能够成功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那马斯克他涉及到这么多的领域，每一个领域他都成功了，你不可能说他是运气，他一定是因为他有一个锤子，他有一个系统的思维方式。那马云一个英语老师出身，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根本没有学过计算机，但是他却很早就独具慧眼，看中了互联网这个巨大的行业，看中了电商这个巨大的市场，能做这么大的事业。还有我最喜欢的企业家乔布斯，所以我说苹果在他手里为什么总是那么甘甜。所以我们如果看一下乔布斯的这一生，就是开了挂。当然很遗憾，天妒英才，55岁就离开我们了。那么1980年在乔布斯25岁的时候，苹果就已经上市了。1985年因为他的个性张扬，跟其他公司的高管有各种冲突，再加上对产品线的挑剔，使得很多人忍无可忍，最后他被踢出了苹果公司。随后的10年，苹果公司濒临破产，终于在11年以后，1996年苹果公司屈尊再次把乔布斯请回来，然后苹果公司又像开了挂一样。1997年推出 iMac， 市场大卖。2007年推出 iPhone， 完全改写了手机市场的版图。所以乔布斯进军音乐，改写音乐的版图；进军电脑，改写电脑的版图；进军手机，改写手机的版图。每一个细分行业他都是颠覆者。我们举了这么多例子，为什么这些人做什么都能成功？是因为他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有一套完整的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有一套完整的思维工具，他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像乔布斯这样去创立苹果这样的公司，或者像马斯克这样天上地下什么都干。系统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每一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系统。例如，如果我不喜欢冒险，那我就锻炼自己的核心业务能力，老老实实做个工薪族，这也是个系统。当然前提就是你要持续保持自己在职场的竞争力，这是你系统当中应有的含义。那如果你说我不想努力了，那你就躺平，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躺平。如果我没有钱，但是我又不想努力，那我怎么躺平？那你就降低自己的欲望，降低自己需求，这都是可以的。前提就是你要把自己这些整个系统的逻辑想清楚。如果你不甘平庸，那就去创业。当然极端的创业者在特殊的年代，可能这种创业就是一种革命。那你说我没有才，但是我独具慧眼，我会看人，也没问题。你就追随比尔盖茨或者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然后做他的追随者，你就跟他一起创业。你能看准他，你只要投钱，他帮你打工。你会发现他们的早期合作者什么都不用干，他们也天然上了福布斯排行榜，也天然成了亿万富翁。
有些人说我精通人际关系，那你就去做销售，销售的极端情况就是传销。当然在合法的情况下，譬如说在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传销都是合法的，你精通人际关系，那你就去传销。在中国传销不合法，那怎么办？那你就去做销售，逻辑是一样的。像我觉得我自己逻辑很清晰，并且善于学习新知识，所以我做老师，我在讲课。我觉得我能够驾驭自己的投资，我有交易系统，我有风险管控的能力，那我就做交易。所以这是我现在在做的2件事情。那么系统是我们理解金融的钥匙，怎么理解呢？你看我这里也举了很多例子，有些例子我在其他视频当中有讲过，我这里再用系统的思维方式把它一起过一遍。首先，有没有系统很重要。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到任何专家的讲话，你都觉得很有道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你是没有系统的，或者说你根本没有理解金融。如果你理解了金融，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专家的看法，它都是有失偏颇的。也许他抓中了事物的某一方面，所以你如果认为所有人都讲的有道理，是因为你没有自己的逻辑系统。如果你有系统的话，相当于你手里有一把尺子可以去衡量这些专家，所以每一个专家的认知都是不全面的，都是有问题的，你知道他问题在哪。如果你没有这个系统，你觉得他们都对，甚至2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你都觉得有道理。所以当你有了系统以后，你看专家的意见就有了批判性，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基本上不用看了。巴菲特因为有自己系统，所以他掌管上万亿美元的资产，但是他连一个分析师都不需要，也不需要买分析师的产品。有人说金融系统这么复杂，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因素，那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呢？没错，正是因为它太复杂，所以我们需要有系统，系统帮我们抓住最主要的东西。例如当你做交易的时候，你就知道行情是上天给我的，你不可能驾驭行情，你能驾驭的就是减少你的亏损，你把风险管控做好，剩下的事情就是上天交给你行情，你就能赚到钱了。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交易当中系统最核心的因素叫风险管理。 OK， 例如你能理解股票价格吗？你真的理解杠杆吗？为什么在股指期货上的杠杆和房地产上的杠杆你有不同的态度？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理解杠杆。你理解汇率的本质吗？理解了房价吗？到底什么房价是合理的？什么是高估，什么是低估？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样的，因为它背后的逻辑是一样，它们都是钉子，你现在要的是一把锤子拿在手里。所以如果我们都理解了这个逻辑的话，你就有了系统。如果我们完全不理解，说明是没有系统的。那么我们再上升一步，系统不仅是理解金融的钥匙，它还是掌控人生的秘诀。就你的整个人生的大决策，你都是需要系统的。例如有些人说我的人生就是需要华丽的绽放，我就需要刺激，那你去冒险，冒险可以，但是你得接受后果。有些人说我一看到美国枪击案我就很烦，那没问题，你就去没有持枪权的国家，但是同时你也得接受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你被人胁迫，你是没有自卫的工具和武器。所以你把所有逻辑想清楚了，你就可以做选择。你不喜欢某个故国，你就去其他国家，你就移民，但是你要接受背井离乡的凄凉。中国很多人在外面不适应，讲好山好水好寂寞，就这个意思。有些人受不了这种寂寞就回流，都是正常的。你允许你去试错，但是你自己做选择要接受后果。如果你接受不了现实，但也无法改变，那你还是得接受它。你如果不能接受，那你就麻醉自己。你可以像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几首诗糊弄自己。你也许每天把自己喝到酩酊大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所以人生有各种可能，但你最好是要自己能主动掌控，而不是随波逐流。我们很世俗的层面来讲，系统是财务腾飞的翅膀，也就是我们要赚钱的话得有系统。从金融的角度看尤其如此，赚一次钱不难，难的是稳定赚钱。所以我们在金融市场上，像我从事金融行业几十年，在金融市场上看到的最多的叫明星，
但是我们这行业里有一句话说，金融市场从来不缺少明星，缺少的是寿星。你会发现每年都有明星赚很多钱，远远超过巴菲特，但是再过几年你发现他消失了。有些人赚了很多钱，被尊为大佬，结果过几年你发现他跳楼了。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没有系统的。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你要有系统，你就能赚到确定的钱，因为系统会帮你找确定的钱。那么怎么理解？打个比方，我们有时候说同一个市场，在同一个时点上，有些人做多头，有些人做空头。理论上讲，我们通常理解说，多头和空头总有一个是错的，对吗？不对，有可能他们俩做的行为是相反，但他们俩都对，因为他们的系统不一样。譬如说，你是一个短线系统，你做的多头；我是一个长线系统，我做的空头。或者你是个短线系统，你做空头，我长线系统做多头，我们俩可能都是对的，因为我们看的时间框架不一样，我们的系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有系统你才能实现真正的财务自由。就是高阶的财务自由是什么意思？一种是被动收入，就是你完全不用干，躺平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就是相对比较被动，不能说完全被动的收入。譬如说，我们有一个系统，那这个时候某种意义上你也是一种财务自由。什么意思呢？系统帮我赚钱，我只负责维护系统。譬如我做交易，我是不交易的，我的工作是维护我的系统。谁做交易？系统帮我做交易。具体来讲，这个系统可能是一套计算机程序，也可能是我领导的一个团队，这都是可以的。OK， 那么怎么构建自己的系统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长远的目标，我后面会做视频来讲更细节的地方，但整体上讲就是这么几个路线去构建我们自己的系统。第一个就是依靠自身的禀赋，有些人在某个领域他是天才，他有超越常人的禀赋，那么自然他就很顺利的可以做成一些事情。第二是教育和学习，就有些东西我们天生并不具备很大的优势，但是我努力，那经过我自身的努力，我能掌握别人驾驭不了的东西。第三是路径依赖，这个相当于是要需要一些运气的。比如说像我本人，我为什么学了金融呢？其实是上天帮我选择的，因为高考的时候我根本不了解金融这个行业，我糊里糊涂就上了金融专业，后来我就热爱上了这个专业。所以有时候你的系统是什么样的系统，它是有路径依赖的，是需要一些运气的成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系统思维的人，你在任何行业任何领域都可以建立自己的系统。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你如果有很好的文笔，那你就做内容创作，你也能养活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系统。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你可以成为学者，你会经常产生新思想。你是一个有慧眼的人，那你可以识别并且绑定一些业内的达人，你绑定了比尔盖茨，绑定了乔布斯，绑定了马斯克，你都是成功的人士。什么都没有的人，我就降低自己的欲望，躺平。无底线的人，他也有自己系统。Baby 是 baby 者的通行证，大家可能都记得这首诗。所以当然我这里没有道德审判，从经济学的角度，我现在就是讲实证的成分。有些人他没有底线，他没有良心不安，那他就去做无底线的人，这也是他的系统。当然你说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那是另外一码事情了。我们要把事情本身跟价值判断要区分开。我们这个频道主要是专注在金融领域，所以我们说金融交易系统就是一个细分的领域。所以如果我们说交易，每天中国市场开4个小时，很多人到3点钟收盘以后都是目光呆滞的从写字楼里走出来，拼时间和精力，天天就去盯盘，这是吃青春饭，吃不了几年的。35岁40岁以后你肯定受不了，身体垮掉了，你的生活也是没有品质的。这是因为你的系统可能还有一些成分需要去优化。所以财务自由不一定是以金额区分的，这个在我上一个视频里面也有谈到。只要有稳定现金流的财务，你都是自由的。财务自由不一定是要很多钱。打个比方，如果你说我的生活20万就够了，那我每年能稳定的赚20万，而且我保证我有持续的盈利能力，那你的财务就自由的。
并不一定要你的账面上放多少个亿。同时，真正的财务自由必须伴随时间上的解放。时间没有解放的财务自由，它不是真正的财务自由。我们看很多企业的老板，他其实是身不由己的，看起来账面上有很多钱，但是他有2个潜在的风险。第一个风险是这些钱随时可能得而复失，第二就是他完全不能掌控自己人生，不能掌控自己时间，那这种财务自由都是虚假的。所以如果你要拼时间才能获得财务自由，那你不如上班，你更简单，不用想事，责任和风险都由别人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系统，当你有了系统，你就有了时间的解放以及稳定的现金流。我们说价值投资、量化投机系统、资产配置系统等等都可以，这都是交易系统。总之总结一句话，就你有了系统以后，你的工作是优化系统，系统的工作帮你交易。这样看交易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就完全不一样。譬如说巴菲特，我有几个视频都谈到了巴菲特。那巴菲特有什么样系统呢？我们这里简单的把他的思想提炼一下。第一个，深知复利的威力，所以他有足够的耐心，能满足于20%的年化。我们很多人是不满足的，很多人说20%年化算什么呀？就2个涨停板，我1个星期都能赚得到，没用。你1个星期赚2个涨停板，那叫明星。巴菲特这叫寿星。资本市场缺的是巴菲特这样人。10年以后你回头一看，巴菲特赚了很多钱，结果你一看你还在起点。所以巴菲特经常说，时间是你最好的朋友。第二，巴菲特擅长财报，精研公司的财务报表，寻找伟大的企业。当然这样的企业很难找，所以巴菲特天天做功课看报表，也没找出几家。好不容易找出一家，一定要重仓投资。所以这是巴菲特的逻辑。第三，有系统的人一定是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边界，也就是自己的能力圈。所以巴菲特非常清楚自己的个人边界，有很多事情他是不做的，这样他错失了很多机会。没关系，不妨碍他登上福布斯排行榜。例如巴菲特不做高杠杆的投机，不碰最潮流的科技，不碰数字货币。你看10年以前巴菲特讲了，说比特币这个东西不好，看不懂，没价值。但是今天比特币10几万美金的时候，对巴菲特来讲，他失去了什么呢？他只是失去了一个机会，但是没关系，我只赚我认知以内的钱已经够了。所以这就是有系统的人，他清楚的知道自己边界。这个视频当中我要讲的意思就是，你必须有系统。那么你希望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或者说希望我这个频道当中将来能够在哪个方面给你提供最有价值的帮助，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观点。谢谢大家。